消耗型道具，转移能力有次数限制。逃脱大师供元符技能演示。这边来看一下供元符逃脱大师的一个技能演示。首先是他这个手厨迷烟炉，是消耗型的道具，每局游戏的话可以使用2次。然后它的一个使用方式的话有2种，第一种的话是通过长按蓄力进行投掷，投掷的最远距离的话大概是这么远。然后第二种释放方式的话就是通过点按，点按的话会朝我们的视野前方进行投掷，然后形成一个环形的迷雾区域。可以看到，如果监管者跟求生者在迷雾2侧的话是看不到对方的，即便相隔得比较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迷雾的手出的一个冷却时间。手出冷却时间是25秒，我的天，这个冷却时间还是非常的长的。另外，逃脱大师的话有一个效果，就是如果监管者跟逃脱大师在迷雾区附近的话，是可以透视到监管者轮廓的。我们这边的话再来演示一下，会有一个透视的功能。监管者跟我们离得比较近的时候，会显示一个红色的轮廓。不过这个必须靠得比较近啊，不然的话是没有这个效果的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如果监管者在迷雾外边，我们在里边的话会怎么样呢？这里的话可以看到，这个可见度还是非常低的。不过我们是可以看到监管者的这个红光的。另外，逃脱大师在迷雾里边的话是不会有脚印的，会有这个专属的一个效果。那如果监管者在迷雾里边呢？我们这边看一下。监管者在迷雾里边，我们在外边，监管者也没有办法看到我们。然后透视的一个效果的话，必须要监管者离这个迷雾很近的时候才能够进行一个透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厂长的木炭跟傀儡能不能找到我们呢？我们这边来看一下，厂长这边的话没有办法选项。那我们看一下木炭能不能找到我们？哎，坏了，这个木炭的话可以无视这个迷雾的效果啊！我的天，那看一下那个傀儡呢？然后给我们的傀儡进行那个，哎，这边傀儡是可以透视到这个圈内的求生者轮廓，但是如果求生者是在迷雾里边的话，就没有办法被透视了。我们这边再看一下，傀儡的话是可以透视轮廓，但是如果求生者进了迷雾里边的话就没办法。插眼技能也是一样。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傀儡是可以无视这个迷雾效果的。这里可以看到插眼的话是可以透视到求生者轮廓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边释放一下这个迷雾。如果求生者是在那个没有在迷雾区域的话，是会被透视轮廓的。但是如果是在那个迷雾里边的话，会把这个轮廓给隐藏。除此之外，这个迷雾的话还可以阻挡监管者的飞行道具啊。这里可以看到，像鹿头的钩子会被这个迷雾给阻挡。那如果说我们在迷雾区域里边的话会怎么样呢？能不能勾出来？这里可以看到勾不出来啊。那如果监管者是在这个迷雾的内圈，然后我们是在迷雾里边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在迷雾里边，鹿头的话是可以勾出来的。看来它这个阻挡的话是在外围啊。这个阻挡的效果是在这个圈的外围。内圈的话是没有一个阻挡的效果的。然后这边我们测试一下那个杰克，我们站在这个迷雾的里边，然后监管者在内圈。这里可以看到内圈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阻挡，只有外圈才能够阻挡飞行道具。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，
我们在迷雾里边，然后监管者在外圈。外圈的话是可以阻挡的，内圈的话，没有一个阻挡飞行道具的效果。然后这边测试了一部分角色，像爱哭鬼的鬼火是可以穿过这个迷雾的，爱哭鬼的鬼火可以无视那个障碍物。然后这边是噩梦的渡鸦，渡鸦的话也是可以那个穿过去。另外也是可以进行透射，但是如果求生者在那个圈内的话就没办法，就是在迷雾区的话就没办法透视。可以简单理解，它这个迷雾的外圈是一个可以阻挡飞行道具的一个墙体啊。像那些无视墙体的渡鸦还有鬼火都是可以穿过去的。然后这边来看一下逃脱大师的第二种能力啊。就是它可以将队友转移到附近38米的一个椅子，这个是该求生者附近38米附近的一个椅子，不是说我们逃脱大师自身38米附近的椅子。然后它这个转移的能力是有次数限制的，每局的话是只能使用2次。除了能对队友使用之外呢，我们也可以对自己使用。右上角有一个5秒倒计时，我们必须要在5秒内做出抉择。如果超过5秒的话，就没有办法进行转移的操作。另外，转移之后6秒内是没有办法被队友救援的。然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队友转移过来的话，牛仔能不能勾呢？这里可以看到是没有办法那个勾队友的。然后更多的测试大家可以关注后续的视频。然后是逃脱大师的第3种能力啊，逃脱大师的话每局可以免疫1次不小于普攻伤害的效果。可以看到人物状态栏这边有一个迷雾的标识，代表这个能力的话还在。我们这里的话进行普攻。可以看到监管者命中的时候是不会有一个插刀的效果的。然后呢，求生者这边逃脱大师会向前进行一个位移，一小段位移。另外监管者这边的话是不会有存在感的。然后这边来看一下救援的时候，可以看到救援的过程被打的话会被中断救援的动作，就是说交互会被中断。同理，修机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修电机的时候也是一样。要说哪个角色比较惨的话，那就是喧嚣了。这里的话可以看到触发了3次那个球，但是没有造成伤害，而且没有存在感，喧嚣有点惨。更多的测试大家也可以关注后续的视频。然后呢，是逃脱大师的最后一个能力，反窗交互速度提升10%。然后当求生者被牵起来的时候，逃脱大师可以持续看到所有求生者的位置。最后一个就是逃脱大师一个破译速度是降低15%啊，不过它的开门速度的话是正常的。看来这个破译速度指的是破译密码机啊，如果是大门的话应该是开启大门啊。它这个开启大门的速度是跟其他求生者一样的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